一条炸裂的信息刷爆社交平台，中国银行尚未发放2024年年终奖，涉及国内总行、北京分行、上海分行、广州分行以及伦敦、纽约、新加坡等海外分支机构。不只是中行、农行、邮储、中信也赫然在列。更离谱的是，中国农业银行的研发中心子公司中信银行的总行、中国进出口银行统统榜上有名。一整套系统性的全线哑火扑面而来，不是个人吐槽，也不是个别网点临时延迟，而是从总部到地方，从国内到海外，全员集体静默。这不是没发，这是不敢发，也不能发。恐怖的不是欠钱，而是没人说话。爆料消息从6月初就在传播，如今到了7月，依然没有任何一家银行站出来辟谣，没有声明，没有说明，没有解释，是根本不在乎舆情，还是说根本不敢回应？媒体、自媒体、金融圈内部反复交叉印证了一个现实，这不是偶然，而是系统性的崩溃。这不是企业经营问题，而是金融行业的结构性麻痹。有人试图安慰自己，是不是奖金只是晚点发，只是技术原因？或许吧，但问题是，这种晚点晚到下一个季度都没影。递延奖金这个词已经在整个行业蔓延成瘟疫。原本承诺的60%奖金要分3年发放，打着绑定核心人才的旗号，干着白嫖员工劳力的实事。一些网点甚至连季度奖都节流，把原本该按月或按季发放的钱全部打包成年终奖，再统一灵活处理。说白了，工资是变形的，奖金是遥远的，考核是立马到位的，员工的血汗被转化成公司无息贷款，被拿去统筹安排。嘴上说控制风险，手上却在统筹风险转嫁。2023年的奖金没结清，2024年的又泡了汤。这不是经营问题，而是制度问题，是信任系统塌方。有人还想知道银行的利润有没有问题，看起来好像没有。比如中国银行2024年利润2378亿元，还同比增长了 2.56%， 农行也有2500亿元的净利润。但这些数据背后隐藏着更加诡异的真相，净息差全面走低，理财手续费暴跌，工行个人理财收入甚至下滑超 20%。 也就是说，表面上在赚钱，实际上在瘦身。当财务状况紧张到一定程度，开刀只能从最容易下手的地方动手，那就是基层。于是就有了这波奖金冻结，先不管业绩，也不论合同约定，只要不是核心管理层，一律延期处理。曾经的稳定，如今变成了先看看；曾经的年终奖必有，现在是走着看。各种理由都能搬上台面，利润下滑，业绩未达标，要降本增效，要和员工共克时艰。看似合理，实则荒谬。所谓共克时艰，往往只是基层吃土，高管照拿年薪。金融行业递延奖金制度的初衷是为了风控，是为了留人，是为了稳健。但在没有监管的环境下，它更像是一个用来合法压榨员工的工具。国外有监管，国内全靠自觉。而在一个权力不对等、信息不透明的系统里，自觉从来都只是一种幻想。于是，在奖金这个问题上，试探成了新常态。试探员工能忍多久，试探社会情绪能压多久，试探制度能拖多久。一旦试探成功，其他银行马上照做。一旦照做成风气，曾经的金融行业就会彻底变成合法剥削场。资本只讲收益递延，风险立马转嫁，最终打工人成了无息供血机，承诺成了模糊的回忆。这一切当然不是突然发生的。早在2024年7月1日，媒体就爆出建设银行总部员工将减薪至少 10%， 部分高官减薪幅度更高，
甚至一些子公司的减薪幅度高于总部。类似的情况在 CICC、招商系、浦发系轮番上演，不是一时波动，而是长期趋势。经济承压，内部矛盾增多，在社会对金融行业高收入、低风险的长期质疑下，这场降薪风暴被默许的开启。当年中金交期爆出8万月薪事件，民间的愤怒彻底爆发。此后，从中央到地方，监管机构不断释放信号，要压实责任，遏制过高薪酬，整顿分配机制。金融行业过去对国家的贡献逐渐被重新评估，分蛋糕的逻辑被改写。信贷产能过剩，银行利润来源日渐枯竭，一切都进入历史的垃圾时间。在这种环境下，员工的年终奖、奖金制度、激励体系自然就变得不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怎么在不激怒舆论的前提下，完成一场薪酬重构。而这场重构不是1-2份奖金停发能解决的，它要调整的是一整套的行业结构。奖金停发只是开胃菜，真正让人感到绝望的是整个行业已经开始系统性收缩，而没有人为此负责。曾经，银行员工是不怕累、不怕倦、不怕加班、不怕高考 KPI 的，他们相信年底总会有一份属于自己的回报。但现在，这种信任感在一点点崩塌，薪资递延、奖金拖欠、岗位冻结、晋升停滞，构成了一幅让人无力的现实图景。奖金发不发，原本是内部事务，但现在已不仅仅是经营问题，而是政策调控、结构调整、社会分配机制的一部分。连金融行业内部都在承认，这不再是个别银行的问题，而是一种行业共识，一种默契的默不作声，一种心照不宣的先试探再推广，一场围绕成本控制的全国性协奏。此时跳槽没地方可去，整个金融系统都在下行。2025年上半年，银行、券商、基金、信托、金融科技公司几乎没有任何一类业务板块是欣欣向荣的状态。能不裁员已经算是仁慈，能发底薪已经是稳定象征。裁的是谁？中后台、柜员、客服、行政统筹、基层投顾，这些岗位被 AI 吞噬，被 RPA 系统取代，被流程再造清零，被集团统一消化。想要留下来，就得接受新的游戏规则，少得多，干得多，拿得少，说得少。而这一切都不是银行突然变穷了，而是背后整套体制正在悄然洗牌。过去，银行是权力与资本的结合体，能吸引最优秀的毕业生，给予中产稳定的生活预期。而现在，金融行业被贴上了收入过高、回报不对等、资源浪费的标签，成了被打压的对象。尤其在财政压力陡增、房地产萎靡、外资流出、消费低迷的背景下，金融行业必须表率降薪，不再是企业自主决策，而是从上而下的统一部署。从限薪到绩效冻结，从控制激励到优化结构，从整顿财务到重构文化，每一步都在削弱过去对金融行业的幻想。原本高薪的金融行业正在逐步去金融化，回归本源的代价就是清理掉那些不属于新时代的职能岗位。更讽刺的是，这波结构调整中，高层受影响最小，董事长、行长等被监管限制年薪，一般年薪在60至90万之间，属于政治正确范畴。而真正被动刀的是中层，那些原本拿100万年薪却不在限薪名单上的总监、首席分行行长。这就是传说中的薪酬倒挂改革，中层拿的比高层多，那就降中层，统一压平，搞个358方案，高管80万，中层50万，基层30万。很多人发现，干得最多的那群人降得最狠，说得最多的那群人动都没动。
问题是，降息方案至今没有定稿，每家银行都在观望，都在上报方案等批复。有些银行的方案被打回，说力度不够；有些干脆不报，就继续拖。所以年终奖为什么没发？答案不复杂，没人敢发，不知道该怎么发，发了怕引爆风波，不发看社会反应。整个金融圈被摁住了暂停键，奖金只是第一个信号，之后恐怕还有裁员、重组、合并、优化、缩编。说到底，不是某家银行出问题，是整个行业正被有序收编。曾经进入银行是荣耀，是前途，是一纸保障，如今成为银行员工是保守，是妥协，是沦为试验品。连合同里写明的奖金都能被一纸通知无限期调整，还有什么是可以相信的？打工人的信心从年终奖开始瓦解，信任的系统从银行开始崩塌。在外界看不见的地方，无数基层金融人开始悄悄删掉朋友圈的银行认证，关闭求职平台的公开简历，在深夜微信群里转发金融行业别呆了，真没希望了的长文，却第二天依然走进办公室打卡。不是不清醒，只是没退路。过去相信只要努力就能换来回报，努力换来的却是绩效被延迟，薪资被递延，奖金被搁置，一切该得的都被重新定义成暂缓。看似延后，其实不发；看似合理，其实剥夺。而最痛苦的是明知如此，还得笑着说能理解。2025年，银行不是没钱，而是不想给打工人花钱。奖金只是祭品，情绪才是代价。金融的神话破碎了，但更大的崩塌才刚刚开始。